各位观众，大家晚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陈志刚，那我是建中乐旗队20届，就是12、13年前站在场上的这个队员。那今天仅代表3校北一女中乐旗队，还有中山女中乐旗队、建中乐旗队的队员们，跟各位花上宝贵的时间到我们现场致上感谢。 特别我们还要感谢的是，今天来场的贵宾有北一女中的大家长杨世瑞杨校长，中山女高校长的吴立清吴校长，以及建国中学的大家长徐建国徐校长，中山女高的学务主任林主任林千惠主任。 台北市高中学生会长、会联会会总会长，然后乐旗会长。那高中会长呢，同时也是中山女高的家长会长。以及我们还要感谢北一女家长会长陈振中陈会长，还有北一女家长会前会长林显群林会长，还有建中家长会会长叶昌和叶会长。 荣誉会长魏瑜会长，以及建中家长会前会长陈竹群陈会长。那我们还要更感谢的是呢，就是北一女乐旗队家长后援会、中山女中乐旗队家长后援会，以及建国中学乐旗队家长后援会，还有刘慧文学姐，是我们的中山女高的这个老学姐。 然后还有3所学校的教练团，以及来现场参加观摩表演的各位观众亲朋好友，真的非常感谢你拨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接下来会花5分钟，大概简单说明一下这次活动的缘由以及目的。那么这次的活动呢，如同大家所知道是3校乐旗队的观摩表演交流活动，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队员们呢设定练习的进度，然后可以有一种有效率的练习方法。 那透过这样子密集的训练，那队员们这个结果呢，透过今天这个交流活动所呈现。那等一下大家观赏到的表演，其实都还是刚诞生的，所以还不是很成熟。那您也知道，这些图形或互动作配上音乐，是需要有一点时间练习。所以借由今天的机会，也让我们这些队员们呢有多一点的表演经验。 也有助于提升表演的水准，所以今天的交流真的是很难得的机会。那这个场下的队员们在交流之后，也会发现其实大家都一样的努力。那或许现在程度不一样，成果不一样，但是大家都经历了这个挑战自己的过程，会遇到的喜怒哀乐，也都知道挫折与气馁是什么滋味。那也体会过一些吵架、焦虑与紧张。 那也应该会发现说，这些所带来的这些过程带来的快乐与成就感，是一辈子难忘的满足与幸福。那大家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交流，更是一种惺惺相惜，也是一种相互肯定。希望大家就是也会因此更珍惜在乐旗队的日子。那还有最要感谢的就是现在愿意花时间来看我们队员表演，坐在现场的各位观众，有师长。 有队员的爸爸妈妈，有兄弟姐妹，有亲戚，有学长、学姐、学弟、学妹。那支持我们的好朋友们，在舞台上的那10分钟表演，除了队员们的努力之外，更重要的有坐在现场大家的帮助，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才有今天的这种表演。所以我们队员们今天抱着一种谦卑的心态。 来给帮助我们的各位师长、各位亲朋好友、各位好朋友一场回馈感恩的表演。那接下来我简单介绍一下行进乐队的这个历史，还有因为可能有些观众是比如说亲朋好友不太了解。那我们的行进乐队其实现在叫做 marching music、marching band。那以前是军队们在打仗的时候。 比如说，几百个人打几百个人的时候，那旁边会有发号
号司令的司令官，那它就是借由大家现在在场上看到的打气，就是 battery， 它因为像炮声一样，炮声隆，所以叫 battery。那也可以看到有号角手，那它是会发号施令，向左转，向右转。那也会有看到我们的指挥官，就是我们的指挥。那指挥在我们乐器队里面不叫 conductor， 而是叫 drum major， 因为在那个时候的来源就是他是在鼓号乐队所包围的。那更重要的呢是有军旗，就是象征一个军队的旗帜，就是您看到这边这个旗帜。那要保护他们，所以我们有这个 color guard。所以这个其实我们现今乐器队还保留很多以前军乐队的传统方式。那我们的要求是纪律、动作整齐划一，音乐在一起。那等一下大家可以就是好好的观赏一下他们的内容。那我们现在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评审。In the following sessions, judges, I'll be briefly introduce you in Mandarin, so it's okay just to say hi to everybody. 今から時間はちょっと簡単な紹介しますので、ちょっと挨拶させてください。Chris Scout, Mr. Chris Scout. Mr. Chris Scout 是来自美国 DCI 世界鼓号乐队联盟的评审。今天负责整体表演效果以及音乐。那 Mr. Chris Scout 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 P80 音乐学院，拥有上低音号演奏文凭，并且有超过20年的行进乐队经验。Mr. Chris Scout 曾是 DCI 民队的 Cadets， 以及日本民队爱马吉的爱丁天礼教舞队员，并且赢得了2005年的世界冠军。另外也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执教于美国 DCI 民队 Crossman、The Cadets、Jersey Surf 等有名的队伍。那接下来第二位，我们欢迎 Travis Obosansky。是来自于美国 DCI 的评审。今天负责的评审内容是行进技巧以及队形变化。那 Mr. Travis Obosansky 也是 DCI 民队 Madison Scouts 以及 The Cadets 的队员。那他本身也是打击的专业，执教的队伍也很多，像 DCI 的民队 Colts 以及 Oregon Crusader 也都是他的子弟兵。那第三位为您介绍是 Mr. Eric Smith。今天担任打击的评审，那打击包括在这个前排乐器，还有后排的刚刚提到的 battery 的队。那同时 ，Mr. Eric Smith 也是 DCI 队伍 Jersey Surf 的打击教练，以及美国宾州贝尔德洛斯汀高中 Westchester Fire Roasting High School 行进乐团及室内打击合奏的打击总监、教练及作曲。那最后一位我们的评审呢，游戏先生，那今天才刚从日本讲过来，等一下要从就是赶回去日本，因为他明天有工作，今天特地来台湾，1天来，其他再一次给他们。Mr. 伊西优先石井美惠是来自于日本的评审，今天负责的是旗队的部分。那他来自于日本行进乐队旗队乐器队大赛的常胜军爱马吉爱丁天礼教乐器队。那他目前也执教于日本爱丁天礼教乐器队以及日本各所有名的高中民队。那等一下他们的评分的重点说明呢，主要有3项，分为整体效果、音乐以及视觉。那整体效果里又分为看得到的音乐，比如旗队的动作和它的故事线配合音乐，以及引领情绪听得到的音乐。那音乐部分呢，又分为铜管、木管组以及合奏技巧。
那最后的一项是视觉，像是行进技巧啦，还有队形啦，还有一些旗队效果，就是今天这个视觉的评审会来评的时候。那我们这个等一下表演前啊，大家有看到手上拿的这张票吗？那个票翻过来，里面有3所乐器队学校的队伍，所以等一下主持人在表演前，会进行表演介绍，最后一句会用英文来 present 他们的表演的时候，就请各位观众不要客气，大声的喊上面的队伍，帮他们加油。那我想台下应该会各个学校会有一位学长姐或者是家长来负责演绎这个口号。好。那等一下呢，我们第一个表演的队伍是北一女中乐器队。那现在我们建筑乐器队队员们跟中山女中乐器队的队员们在慢慢的离场，先把乐器摆在旁边上去休息，一起观摩这个北一女中乐器队的演出。那今天呢，我们北一女中乐器队的表演曲目主题为 Mirror Mirror in the Woods 魔镜之声。如果在森林里摆的镜子，那会映照出什么呢？是原始大自然的草木重育，还是少女心灵的童趣好奇？这个音乐是美国作曲家 Danny Elfman 以及 Raymond Scott 的作品。那大家熟知的《圣诞惊魂夜》里面的电影配乐，就是他在1983年的这个作品音乐剧里面的配乐，有一点《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感觉，那也有点森林的气象。那表演的主题概念呢，大家看到的是少女的感受森林的影响，反射出不同的自己。各位观众会看到表演呈现出青春年华的少女们在探索自己的过程。如果大家有看过《爱丽丝梦游仙境》，那可以感受到类似的意思。这一次的这个音乐呢，有很多乐队的动作都是队员们自己设计的哦，所以大家看看，你们要边吹乐器，还要边跳舞，那应该是有多么困难。所以大家等一下看到的时候，请不要客气，大力的拍手。如果有打击的时候，也请给他们鼓励。On the field, Taipei First Girls High School Marching Band is proud to present Mirror Mirror in the Woods.
器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出，请大家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来进行这个评审的这个内容的。首先呢，是由 Eric Smith， 就是打击的这个桥段的评审，然后会简单的跟大家说明说，每一下他看到的地方 O 不 OK， 然后有什么需要提醒的，然后针对这个表演做评论。Okay, cool. Hello, I'm Eric. Very good job overall. You guys feel good? All right, good. Okay, so a couple comments. Pit, I really like the music you're playing. It's definitely demanding with the 16 notes and some clams. I think what we need to do is we need to focus more on playing as a whole unit and watching each other and communicating. Sometimes we don't start together or end together. 第一点呢，他所说到的是在前排的部分，尤其是在起的时候的打击，一些8分音符或者16分音符，刚刚有一些脏脏的这个尾巴，他希望大家可以再多花一点时间来练习，变成一个整体，这样子会有更好的效果。But I appreciate your performance. You guys are all smiling a lot, including the drum line, which is very cool to see. Looks like you're enjoying yourself, which is good. Drum line, you guys are back there. So overall, I can tell that you know the music quite well, which is good. We need to make sure we're approaching the drum the same way. We're always rebounding our hands and staying relaxed. And also making sure we're not bouncing too much in our technique. OK, 那接下来呢，他针对行进的部分有做评论。第一个他非常喜欢的就是大家在打击的时候都有效果，他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那说明说，这个队员们都有在享受这个表演。那还有就是在鼓队在行进中，可能要注意到这个平衡，不要就是左边右边的这个平衡不好导致了节奏的这个混乱。Yeah, so I think the next step for the percussion is to solidify our tempo changes and finishing every phrase, okay? Including especially the drum line, staying consistent with the tempo, hit playing with them, so we're one cohesive section, and not relying on the drum major to watch, okay? And listening back to them. 那再来一个就是节奏的部分呢，前排听后面的打击，那不要就是一直看着，虽然说看指挥很重要，但是不要一直依赖指挥的节奏，最重要的是要跟后面的打击 battery 们打在一起。That's better. OK， 那我们再用热烈的掌声，谢谢。非常好的演出。那现在开始呢，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石井先生。楽しく演技してくださっ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非常谢谢，就是大家带来非常有元气的演出。まだまだできていないところはダンステクニック、ボディーワークです。他首先说明就是不足的部分，就是在舞步的这个舞步部分 ，dance walk 的部分。特に移動するとき、がむしゃらに走るんではなくて、パフォーマンスとして走るジャズランとか、それから、体、上半身をしっかり引き上げてお客さんを見ながら演技することを特に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特别是在有爵士舞步的部分呢，就是在移动的过程中要保持着身体上半身的平稳，随时提醒自己是一个表演者的身份面对观众。それから練習をするときに、みんながフラッグを回す、フラッグの音が聞こえていますか？那请问旗队的队员们，你们在练习的时候，在转旗的时候有听到旗的声音吗？有的话就点头。はい、カラーガードっていうかこのマーチングは集団演技、集団美が必要なので、みんなのフラッグが一つになって回ることがとても大事です。那西先生他有提到说，大家一起转旗的时候，同样一个面在旋转，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です
グラフの音が聞こえること、またトスした時にキャッチの音が一つに聞こえることを気をつけて、これからあと2ヶ月頑張って練習してください。在这2-3个月的时间呢，如果你这个队员们在练习转旗的时候，转旗是不是有听到同音的这个旗的声音？还有就是在 spin out 的时候接到的，看就抓到了这个声音，是不是一个声音？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基本。好，请大家在。接下来的部分呢是欢迎这个视觉效果的 Travis Omosenski。Okay, I was judging on the caption of visual performance, and the two things that can right away very large impact on how the audience receives your show. 它有2点要提出，是可以让观众可以马上的知道你这个转变2点重要事情。Two things. The first thing is when some of us are taking large step sizes and some of us are taking smaller step sizes, the way we approach the technique. So first off, we have to make sure that everyone knows what the technique looks like and how it feels to look right. 第一点呢，就是说明说，有的人在走大步、在走小步的时候，在行进的感觉都要很清楚的掌握住。Once we do that, when we take large step sizes and take small step sizes, no matter how big the step size is,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we're executing the technique at the same level. So whatever it's defined as,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it looks the same, no matter how big the step size is. 评审说，当你队员们在行进的时候，不管走多大步、走多小步，一些基本的动作，尤其是脚尖抬高，刚刚秀的这样子，都是要在每一步中确实被执行的。The second thing, as in a technique standpoint, when we're at a very, very slow tempo, right, getting from point A to point B needs to be a slow, smooth process. No matter how it goes, it's really distracting to the audience member to see 1 and 2 and 3 when we're having a very slow legato moment. So the technique needs to be smooth from step to step without a stopping of the motion. 第2点呢，尤其是在慢板的时候，尤其在很慢的步伐的时候，尤其在步伐的控制力非常的重要，不能出现有顿点或者是忽快忽慢的情况发生，要确保说移动的过程中，在慢板也要都平均的被执行。非常感谢。大家在。那最后，让我们欢迎负责整体效果及音乐的Mr. Chris Gao。Okay, so for your overall performance, I thought it was very good. To take it to the next level, we have to really be performers and sell our show, or sell our product. You are telling a story through your instruments and through your drill. Now, right now, it is technically proficient. You're marching all the dots, you're playing all the notes. But there's a difference between playing all of them and emoting it to the audience. Right? It's the same difference as me talking about a dog that just runs around, and me talking about my own dog that runs around and plays in the snow. I have an emotional connection to that dog versus just another dog that's right. 第一点呢，Mr. Chris 告诉你说，在执行这个行进音乐的时候，要像贩卖商品，比如说在做业务的这个生意人一样，你不只是在关注自己的商品，而是要确保它卖给观众。比如说刚刚在执行前 marching 的步伐上都有走到位，很好。那但是呢，在走到位这个在进阶一个 level， 有没有确保说自己在说的故事
在演奏的音乐，你的动作、旗队的动作能否传递给观众？那他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说他自己养的狗在旁边跑来跑去，跟别人家的狗，那个情感上的连接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要确保自己在行进的过程中，音乐都可以传递给观众说这个故事。Now, for instance, in your last piece, it came from the movie Beetlejuice. Now, it's a fairly old movie, and I used to love it. I watched it several times. But the character Beetlejuice is kind of a little raunchy, a little dirty, right? If we got an idea of what it was like to be him, just what that movie, the general feeling of that movie, I feel like the last piece would be played with a better storytelling. 那第二点呢，中间的第四首，不好意思，第四首里面的一个电影配乐是 Beetlejuice， 那这个是阴间大法师的电影配乐。那他跟队员们说，如果你知道里面这个主角他其实是带有一种性格，就是有一点这种性格，知道的话，那你就可以更好的说这个故事给观众听。Okay, now a few more technical things. Let's make sure we are really exploring the dynamic range, the high and the low. What feels to you from piano to forte, the audience really only perceives as mezzo piano to mezzo forte. 那第三点呢，他强调的就是整体张力的部分，尤其是他觉得里面音乐应该要弱，就是 piano 到强，forte， 但是执行出来可能只有中弱、中强，这个效果不明显。Okay. And lastly, the balance of the overall group. To make sure the important part, the melody, sometimes the secondary part, when they come in, it gets a little, it masks the melody, and the melody's gone, you just hear the secondary harmony part. 然后还有在第二声部的部分呢，也要确保他们没听得到，并且旋律都是一直在进行的。Okay, thank you. 请大家再给北一女中乐器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出。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中山女中乐器队，这次表演的主题是 Sirens, Songs and Silences。Siren 是希腊神话的海妖的意思。那表演的音乐呢是美国的作曲家 Gary Gilroy 教授特别为了行进乐器队所原创的音乐主题作品。这个故事是关于海妖与水手们的故事。那这个海妖它是希腊神话里面的这个海妖，用凄美的歌声诱惑水手。那这个旗队呢，你可以看旗队就是在扮演着海妖，那乐队们就是被诱惑的水手。那等一下的这个表演呢，特别是大家会听到很多长线条的旋律，以这个副歌的形式，也就是类似的长线条的旋律呢，在不同音乐中重复出现。所堆叠出来的和声，也就像是里面海妖旁边打过来的海浪。那在图形变化方面，你会看到设计上会有跟音乐的配合，会有很多长线条的弧形。那弧形的展开在图形练习上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拉出弧形的时候，要照顾到顶点、间距，特别是在后退的时候，所以大家等一下可以注意一下。另外还要特别跟大家介绍是，这次的表演是用很多不同速度的转换，那速度一直变快呢，也是本次表演的重点。除了行进呢，穿插的立定也有漂亮的几何图形。最后看到表演里面有几段打击组的单独表演的时候，有一些过桥的桥段，单独表演时，还有看到扮演海妖的旗队队员们整齐的动作的时候。
时候你在吗？ On the field, Zhongshan Girls High School Marching Band is proud to present Sirens, Songs and Silences.
主要是要观察这个鼓队的这个动作，还有这个声音步伐。那他有时候也要跑到前面的前排来看这个表演，所以是普通的这个大赛呢，他都会在下面这样跑来跑去观赏打击。那还有听到观众席有第二个问题在问到说，为什么评审的位置要这么大？那主要是因为大家可以等一下观察一下，评审他其实一直在录音，就是说，如果旁边有人的话，也就会干扰到观众的这个欣赏表演的这个气氛这样子。那我们现在的时间呢，就请一样，Alright, cool. So, question. I think overall you guys have a demanding show, which is fun to see as far as playing goes. So, Pitt, I think what we can do is we can do a better job of performing our dynamics. Like when the band is soft, we're kind of staying at mezzo forte. When the band's loud, we're still at mezzo forte. So we need to explore our dynamic contrast a lot more in the pit, especially. 那第一点，他呢主要先称赞了这个中山女高乐器队的打击们呢有一个非常好的表演，就是他能享受其中，你感觉到很有趣味性，很丰富。那第一点，他提到是在前排的部分，在配合这个乐队表演的张力上呢，可以做出更多配合。比如说在强的地方呢，前排可能不要那么的突出；那在弱的音乐的时候呢，可以来彰显前排的特色。Alright, well, 2 more things for the pit. Technique-wise, we need to make sure we're approaching the keyboards the same way, as far as turning our wrist, letting the stick rebound at a full sound. And we need to look like we're having more fun. You guys look really serious, kind of really intense, right? So let's try to look up and evoke more emotion as far as how you're feeling about the music. 评审有提到2点技巧性的问题。第一点呢，在前排掌握这个琴棒的时候，要确保所有的这个琴手们在打击键盘的反弹都是一致的。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前排的队员们有点严肃，可以再放开一点，就是微笑跟观众笑，这样自己也可以更享受表演。Cool. And drumline, I really like your energy. You can tell that you're all really going after it as far as communicating, dudding, and playing the drum with velocity, which is cool to see. Yeah, a lot of energy, good. 他感谢，他觉得这个鼓队呢很有能量，那就是不管在包含音乐性上面啊，都做得十分好。But because the music is difficult to play, we need to practice more on our basic technique as far as how to approach diddles and different rudiments. So we're playing it the same way, and we're always playing together as a whole section. So that's what you need to work on to achieve at a high level, especially your drum break, which is really cool. But execution-wise, we can practice a little more. 他有提到在打击的部分呢，可能需要再加强基本的技巧，尤其是在打在一起这件事情，可能需要更多基本技巧的练习。那在这些技巧的增加上，才可以像刚刚大家有听到的打击单独的这个表演上面呢，才可以有更好的执行。Alright, cool. Nice job. 石井先生来讲评旗队的部分。素敵なパフォーマンスととても素敵な衣装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真的很感谢，就是你觉得表演非常的这个漂亮。まず前半ですね。前半はとても多分みんなが得意なパートで。とってもこの衣装にも似合う素敵な演技だ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少し間違えた時、その時にリカバリーがとっても時間が長いんです。提到前半的部分呢，也许旗队的成员们比较熟悉这套表演，那所以做得比较好。这样子，可是有几个部分呢，比如说总是会有失误的地方，那失误的时候 recover 的这个就是要恢复的时间却拉得比较长，这是他观察的。例えば1カウント間違えました。そしたらその時に
間違えちゃったって思ってると4カウントぐらい過ぎます。そうすると1間違えただけでもその後の5カウントがみんなと一緒にはできません。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比如说第一圈的时候失误了，那结果这个失误的这个余韵呢，去影响到接下来的4圈，那其实这样的恢复期太长，其实是不太好的。で、リカバリーが早ければ早いチームほどチームのレベルが上がるし、もちろん個人のレベルが上がるからチームのレベルも上がります。主要只是相辅相成的概念，因为他在观察出这个 recover 的时间，来评断一个旗队平均的水准。如果这个 recover 的时间越短的话，代表里面旗队平均的水准还有个人技巧水准都比较高。わかりますか？刚刚这个石井先生讲的有听得懂吗？これは一番大事なことです。なぜかというと、例えば100人メンバーがいて1人1回間違えても100回のミス。でも100人いて1人1回が間違えれば1回のミス。わかりますか？だから1人の人が3回間違えたら1人で3人分の1人1回だとカウントしたら3人分の間違いなので、ミスをいかにミスに見せないかということがすごく大事な課題だと思います。像刚刚提到说，比如说他举一个例，比如说有100个人的旗队里面，那比如说有1个人 miss 掉的话，那其实如果你再继续让这个运下去的话，那可能导致100次的 miss。但是如果你 recover 的好的话，那可能只有1次的 miss。所以在这个恢复的时间是很重要的。これはバンドの皆さんにも同じことが言えて、このリカバリーが早くできればできるほどとてもいいということをこのチームの方はしっかり覚えていただいて、あとそのリカバリーができないものですから途中からだんだんミスが多くなりました。なのでパフォーマンスもせっかく最初はすご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だんだんみんなの目のレベルが下がってきたり、間違えたっていうことをふうに思うんではなく、すぐにまたお客さんと自分たちのショーを楽しんでもらえるようにぜひ今後はそのことを練習していってください。一西先生主要提到说，在前半的时候，他可以感受到大家的这个快乐，但是呢，随着后半段的 miss 越来越多的时候，却发现队员们被这个 miss 的阴影所笼罩住，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会有点一直在想不要犯错，不要犯错，导致自己的这个表演没有办法传递给观众，那也会因此影响到后半段的这个表演的品质。所以说，在这个部分恢复的速度呢，一行先生希望可以在之后好好的加油。もう1点だけこれは作ってくださるコレオグラファーの方なんですけれども、曲奏が、イメージされていることとすごく合っ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時々スパイスのように、例えばアングルだけを使うとか、もうちょっと細かい音楽のノートが来た時に細かい振り付けをするとか、キップルでもみんながララララララっていうふうに回すとか、何かショーの中でスパイスを入れていくともっと見入ったショーにな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した。最后一点呢是一心甚至想要跟设计这个旗队表演的老师有一点建议，就是说里面的动作的速度呢，他感觉到都有跟人群的速度都非常的吻合，也非常的好，但是在有一些取向的方面，比如说他用了一些角度的设计，或者是说队员们排列是不是要像他讲说就是有像水纹这样的一个慢慢散开的这种方式，也许都是可以列入考虑。所以说在设计的部分，如果能考虑到人群的风味而加做调整的话，就可以从旗队的动作看到这个音乐。ではこれからも頑張ってください。接下来有请旗队队员。接下来欢迎这个 Travis Okosenski 先生。
came down from there, I flew down, and boy, oh my God, I was tired. 就是说呢，可能是第一次看到从这么高的地方看到这个白白的这个制服，那其实他刚才从上面下来的话，其实都有点觉得有点累的。So, because I was so high up, I could see every single person on the floor, right? And so, because you haven't been seen that high, no matter if you're all the way out here or all the way over there, you're still important to what is going on in the whole show. So when people out here don't set up the form just quite perfectly, I can tell. And every single member has to realize that they are just as important as anyone else to how the show looks. 评审提到了每一个队员在表演中的重要性，不要认为说自己其实只是在非常的旁边，就是像在这里或者是在左边的30码，就可以有点轻忽太慢，而是要让自己觉得每一个点、每一个步伐都是非常重要的。And so my next thing is, so they're standing in these nice lines. Can we agree this is going to be a conversation? 观众觉得他们现在站得很漂亮，对不对？对的话，请拍手。Now do we know? Can we see she's wrong now? We're all going to stand here for so long, and we know that she's very wrong. Yes? 大家可以看得到，对不对？现在是可能是有点站错，间距不好这样子。So when you stand in these long holds, these holds are very long set.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that we're very accurate with our dots in those spots most of all, because I really want to say, oh, how cool, how. But I see one person that's a little bit off, and I can't. I have to look at them instead of saying, oh, wow, how cool. 他特别提到，尤其是在大力地的时候，其实他很想要赞叹说大家表现的都很好，但是却有看到有一个点呢，却有的间距的错误，所以说这个就会让整个表演的这个效果就是不好。这是负责整体效果及音乐的 Mr. Chris。 讲到一些细节的部分。Now, he's only like 3 centimeters off, but it's very clear that this line is not together anymore. That's only from here to here, right? These small details. 想要提到，其实刚刚只有1.3公分的这个差距，却可以让大家感觉到这个小的细节上的这个失误。Small details with the drill, or small details with the crescendo. Is the crescendo counts 3-4? If someone does it 2-3-4, then someone pops out the texture a little bit, and then everyone else comes in. Or when we do any choreography, is my foot like this, or my foot like this? These small things start to matter when you start to get to the higher levels. 比如说，他提到在音乐上，比如说2、3、4、3拍的键墙上面有人突然找出来了，那这样的话，也许也是这个小细节会破坏到表演的部分。那第二点呢，在比如说在舞步的部分呢，如果说抬脚的这个角度都不一致的话，这些小细节也是需要注意的部分。I also understand that this is fairly early season, this might be one of the early performances, but of course, the little mistakes of memory lapses and just being nervous, that goes away, but just obviously little mistakes have to go away also. 像Mr. Chris 也知道说，这个只是在新生表演的初期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小的失误，但是不要太介意，就是持续努力，然后克服这些失误会更好。Now for the end of the show, it would be everyone contributing. It was getting exciting at the end, but musically it just kind of flatlined. Maybe it's because we're getting tired and our stamina isn't quite there yet. Make sure we're really pushing through and we have enough so that the ending is loud and exciting versus building up and all of a sudden just kind of float. You never actually push over the number. 评审提到最后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有点可惜的是，在高潮的累积能量的时候，音乐上却没有坚持住，导致之前累积起来的能量感有点散掉了，有点可惜的地方。
方。And more along the lines of our physical fitness, when we come in, a lot of times we have entrances. We have a lot of entrances after silence, and it's very clear when we're playing a whole note, we're moving our feet fast. That's a very difficult skill, to play a long note smoothly while you're marching fast and you're tired, right? So we want to get more physically fit so that we're not tired at that point anymore. Also with the entrances, just subdivide the timing, come in exactly at the right count. One impact we had after the pressure break, it was very good. There was still like people varying like a 64th note, not 16, 32nd. Like even that much makes the impact just not quite as good. 评审提到呢，就是特别在体能上的部分呢，可能需要加强。为什么呢？比如说在乐句进来的地方，它有一个很长的这个音符，那有没有能够有足够体力吹满，然后一起吹满这件事非常重要。比如说刚刚有一个打击 solo 结束的时候，然后乐队一起进来，那个地方虽然只有 ，sorry you said 64. Not even a beat, not half a beat, not a 16th note, not even a 32nd note. It's like very, very little beat. Understand. 他提到，即使是像刚刚一起来有非常非常微小的这个不对齐，也会有点破坏到整体的音乐。好，那请大家在这边。那也谢谢中山女高乐器队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的是建国中学乐器队。建中乐器队这次的表演主题是力，代表胜利的 victory 的力。在胜利成功的背后，总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艰苦奋斗的故事。这次建中乐器队的表演呢，选用了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以及第5号交响曲《命运》。还有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第5号交响曲《革命》，这些都是古典音乐的不朽之作。那他们成功的背后也有许多辛苦的故事。那在这个标题为 “Victory” 的表演里，隐藏了一些背后的辛酸。大家等一下可以看到有许多击队的动作设计上，就看得到还有许多隐喻和嘲讽的音乐，看得到音乐，尤其在最后一首曲子中间，击队的设计有面具，还有傀儡内心戏的桥段，更是亮点。隐喻着在那个时候亮丽的苏维埃政权下，无奈着被打压、受操控的傀儡们，只能遵从上面政权的指令。那从等一下表演第1首的悲怆奏鸣曲，然后第2首命运交响曲描述的成功。接着最后变成了傀儡最终曲革命。这些击队的动作都具有强烈的故事性动作设计，可以让大家多多的注意动作上和音乐上的各种配合哦。另外，大家看到表演里那几段打击组的单独表演的话，还有看到乐队里面的肢体动作，这个也是他们自己设计的哦。也请大家就是要大声的帮他们加油一下。那建中乐器队呢，将用1万的努力与力求精准的态度，传达给各位观众贝多芬的坦率与热情，以及肖斯塔科维奇在曲子里隐含的嘲讽与悲怆。那在这个主题 victory 胜利的主题的背后，比如说这次的作曲家贝多芬，他的辛苦的故事，大家可能都知道，他的耳机耳朵的病，使他最后的创作的过程就是倍感艰辛。那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则是被当时的苏联政权所打压，声誉扫地，性命垂危。那么，请各位观众等一下期待建中乐器队带来的表演。
好的，请大家再给建中乐旗队的这个热烈的表演。那等一下呢，一样是由我们的评审从打击，然后延续到旗队、行进，然后最后到整体效果，来给我们做一个评审解说。Okay. Wow. Okay, very cool show. I really enjoyed the music. I can tell that you guys do as well, percussion. So Pitt, I can tell that we're really trying to look at the classical, kind of serious focus of pieces. We're playing all the notes. We are usually starting together, but we have to do that 100% of the time. So in order to get them to stand up at the end of the show and be truly impacted, you have to execute all the time. 那 Aerosmith 评审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表演，他非常享受这个音乐。那第一点提到前排呢，很好，一开始大家都一起进来，那也许大家看过，在意每一个小小的音符，必须要在更多的专注力，保证说全部100%的时间里面都要一样，这样才能让底下的各位观众在结束的时候都可以站起来为他们就是加油掌声。Yeah, because it's classical music. Your music is situated in like an orchestral setting. So we just always need to focus on how we are impacting the music from the horn lines and the winds, making sure we're not distracting, but we're only supporting and growing the effect of every phrase. And that comes through executing and not being early or late or too loud or too soft based on the score that we hear behind us. 然后第二点要讲的是搭配性。因为这个音乐原本是交响乐曲所改编，所以说当一些号角的部分或者是木管的部分进来的时候，打击的部分呢，需要在跟乐曲的部分有更良好的配合，也才可以传达出更好的张力。And then battery-wise, I can tell we know our music very well, and we're marching at a very high level. But again, it's about executing every phrase. Like, make sure we're not letting go of our stick grip, and that we're always playing the correct rhythms. We're not too tight or too soft. Okay, with how we're holding the stick. 那打击的舞队的部分呢 ，Aerosmith 评审知道都走了很累的步伐，但是在走很累的步伐边，在打的过程中也要确保每一颗音符在打的时候不要抓太紧。或者是太松，然后结果让出来的音乐没有一致。Yeah, when I watch and listen to you guys, I can tell you're all very into the music, and that makes me excited for you. And I just don't want to be taken out of that feeling because of an error, like a simple error that you could fix, because it's like 98% of the time it's there. Okay, so that's really hard to do. Like taking that next step of always executing everything you're doing, and that will capture the audience. The whole show, which is really cool to do. So you're very close. 那评审最后有提到说，在这个欣赏音乐的部分呢，其实他非常的喜欢，而且也很享受我们刚刚的表演。但是有一些小部分，也许在98%的时间都做对了，可是就是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地方，会影响欣赏表演的感觉。所以在一些基本功，还有一些音符的执行上面，如果能够更上一层楼的话，在这地方也可以做出很好的改善。Okay, thank you. Nice job. 那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讲演旗队的石井先生。お疲れ様でした。とってもかっこよかったです。辛苦大家了，我觉得这个表演非常棒。はい。大家拍手。一つですね、男子のチームなので、高校生の男の子でとても恥ずかしい時期だと思います。なので、自分をフルアウト出し切ること
は自分の中でできたでしょうか？那一系先生想问旗队队友们说，因为可能高中生都还是有点害羞的年龄，想请问大家觉得有把刚刚你们的感觉传递到你们面对的观众上面吗？有吗？できましたか？的话就有自信的讲头。はい。私のところ、私辺できてたんですけど、一系先生大概在中间的地方站着，低いところで有点低。見た時にはみんなの一つ一つが伝わってきたんですけど、練習の時一番上の「い」って書いてある、東って書いてあるところ、あの辺のあたりはみんなの気持ちは伝わってはきませんでした。是吗？一系先生在刚刚是在中间，像现在有摄影机的地方，有感觉到就是队员们的表演，这个精神有传递，一个一个有。可是，在就是在现在大家看到最上面那个地方练习的时候，队员们的能量似乎没有传递到那个上面。カラーガードの役割は、バンドフロントって言ってバンドの、カラー、それからバンドの曲、それから、タイトル、ショーシーンですねを全て担って、パフォーマンスする役割があります。一系先生提到呢，旗队在整个乐器队的工作里面主要有2点，第一个是画龙点睛的功用，也就是说旗队的动作在给音乐上面下一个标题，传递给观众。那另外一个呢是为整个表演添增颜色。で、みんなのパフォーマンスはもっと遠くに、あそこにいるお客さんを全部一人のものに、自分のお客さんにするような気持ちで演技しないとこの曲には似合わないと思います。请大家都试想着把自己的立场像是在最后一排最远的观众那样子，把自己想象成在那边的观众要表演，把自己的能量传递到过去最后面，不然的话，这个感染力可能会稍显不足。そのためにはどうしたらいいと思いますか？那这样的话，请问队员们觉得怎么做才好呢？答えでいいですか？答えでもいいですか？就是要回答也可以。どちら？誰ですか？体の人。体ですね。好きな方でもはい。这样子。老师刚才觉得就是怎么样传播对上面？我觉得就是把头抬高，动作往上。ですね、頭の方はですね、上げて動作を上に伝えるようにやるんです。頭の上げて、そうですね、動作をきちんと大げさと。はい、正解です。正解。高いや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ことがあって。但是还有一个地方要需要注意的。それは目を強く大きく見ること、目を大きく開けて、こうやって見てみたら、上と下上げてみて、やって、手でやってみて、对，手でやってみて。现在大家可以用手来试一下，把它张大。要这么大。そうです。それぐらい大きな目を開けて、しっかり目を使って歌うこと。来传染这个能量观众。そうです。みんな目がまだこんな目をしてる。有点有气无声。パフォーマンスの時にもっとしっかり目を開けてお客さん全部を見て演技することを、練習の時からやってみてください。在练习的时候呢，也要当做表演一样，就是睁大你的眼睛，把所有的观众都看进去的感觉传递出去。もう一つ、椅子のところから。还有一个就是椅子的地方。手を上げてから下がるところがありましたよね。最初の。有手往上再往下这个动作。その時に手がスッて下がっちゃうんですね。就是有点ギュッて这个手。そうではなくて、手が上がってそのまま自然に順番にわかりますか？下来的时候要有一个顺序，并且有这个自由落体。其实老师刚才没有讲自由落体啊。
トーベンが終わって。在第二首的时候，那首贝多芬的曲子的时候，椅子とダンスだけ。就是椅子跟跳舞，对不对？はい。その時も一緒なんですけど、手がこうやって曲がってると体がちっちゃく見えます。なので、この肘がもっと遠くに、中指がもっと遠くに行くように、自分の手をもっとしっかり使って、肩と首の間を上げること、しっかり、こうじゃなくて、しっかり上げること。で、みんなのダンスが随分変わると思うんですね。みんな今やってても少し小さく見えます。だから、ここからそこまでは届くけど、あそこまでは届かない。わかりますか？で、そういう細かい。実は第2組の別の第3組はその椅子の方ですね。さっきの何か椅子のその動作を何ですか？多分みんな分かった。就是刚刚老师分享到是第二首贝多芬，但是它是应该是在第3首椅子，就是在椅子有一个往上伸展的动作，应该那个部分他在讲那个部分，手还有下巴的这个动作往上的伸展，还有正确的到位，并且传递你要讲的故事给观众。全ての団体に言えることは、やっぱりこのダンスをもっとしっかり練習をしていただいて、もっとパフォーマンスのレベルをフラッグだけ、ライブだけ、ダンスだけではなく、ダンスとフラッグ、ダンスとライブ、ダンスと椅子っていうように体をもっと表現して、その楽器で演奏できないボディーラングレージをしっかりお客様に伝えていくことがカラーガードの役目だと思います。最后，西先生有提到说，其中的工作练习的时候呢，不只是练习一个一个的 section， 比如说只练习枪，只练习气，只练习跳舞，只练习椅子，而是要把枪跟跳舞结合在一起，椅子跟跳舞结合在一起，然后才能有更好的这个器乐的表现力。はい、台湾の男性の方はとっても優しいと聞い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うなんですよ。はい、パフォーマンスの時には曲に見合ったパフォーマンスがしっかりできるように、女性の方もパフォーマンスに見合った女性のらしさというものを出して、これからも頑張ってください。那依稀先生知道呢，这个台湾的男生是很亲切温柔的。那所以虽然有点害羞，但是请不要害羞，尽量把自己表现出来，然后传递给这个观众们。然后请大家持续加油。接下来的3位，请我们欢迎评论行政技巧 Mr. Travis Olsenski。OK， 下。他们特帅，对不对 ？Yes. So they're all handsome, strapping young gentlemen. You have these moments in your show where you use physicality to make an impact. You have a movement like this, and you really make an impact where you have very sharp, accented movement. 他讲到说呢，你们这群很帅的绅士，当你们在做动作的时候，其实不只是有那个顿，而是说在动作停顿的那个 sharp 到位那个力度要表现出来。And it almost works except not everybody has that full commitment to that motion. If it's not as staccato as it can be, if not everybody goes, I have to commit, it has to be as sharp and short as possible. The whole effect, even one person says I can't commit it this time, then the whole effect doesn't come across as much as we want it to. So everybody has to be aggressive, be super strong in these sharp moments. 有点功亏一篑的就是呢，刚刚差点就要做到了，但是就是差那个一点，可能里面几乎所有人都做到了，可是却如果有一个人没有跟大家
家一起做到那个动作的话，就功亏一篑。所以大家必须要在心里要有一种一定要做到的心态，然后完成那个动作。And another thing, so as you have a lot of very advanced vocabulary, a lot of extra things you're doing, extra dance additives, you have a lot of choreography, you have a lot of hard drill. The mark of a great group versus a good group is who can retain the basics, the very easy things, the foot timing, while we're adding these extra steps on my feet still in time. 医生讲到呢，什么是一个好的乐器队跟一个超棒的乐器队的分别，它是在于那些基本技巧的执行上。像刚刚医生有表演了一些这个慢的这个步伐，那这些在很基本的一些细节上，如果有做到的话，就可以再提升一个层次。Are my lines still straight? Am I still in the form? Is my horn angle still where it should be when I complete this move? So keeping our mind in the basics while adding these more advanced skill sets is the mark of a much more mature performer and will bring you guys to the next level. 再注意到，比如说基本的号角的角度是否一致，步伐的整齐度是否一致。还有一些基本的对齐的方面，如果都能做到的话，才是让这个队伍到下一个到超棒的乐器队的这个条件。那最后让我们欢迎 Mr. Chris Gao 来我们的讲题。Congratulations. You're attempting very difficult things. Marching very fast, got some big step sizes, you've got challenging direction changes, challenging drill shapes that you're trying to put. And for the most part, we are accomplishing it very well. So congratulations. 首先要恭喜各位队员，就是这是一套非常难的表演，流行很难，音乐很难，有很多很快的地方，但是你们做得很好，恭喜你们。Great things also is you can really start to feel in the Shostakovich pieces, I can start to feel the emotions. I can start to feel the rush of repression during that time. 评审刚刚有开始感觉到肖斯塔科维奇这个作曲家那个时候的情绪，他有稍微开始感觉到被压迫的这个政权被压迫，不好意思，政权压迫人民，体会到被压迫的这个感觉。So some things we're looking forward. The opening, we have the brass choir. The brass choir sounded great for more of an impact at the beginning. You can also think about after the brass choir, turning everyone's backfield, and then the halt, we turn around. So the dynamic contrast from backfield coming up to front field is much larger. Similar to in the ending. I don't remember exactly where, but I said it. Using backfield for color changes and dynamic changes. 评审有提到一点，如何提升张力的变化。比如说，在一开始乐曲的开头，铜管合奏的部分有一个从后面往前转的部分，这个部分就是很好的提升张力的片段，以及在最后面的时候，也是有同样的这个效果。Similar to the previous group, also we also have endurance to make sure we're really pushing through to the end, getting our physical fitness up, so we can march and play through the very end and be as impactful as possible. 那在最后的时候，即使大家都已经很累了，还是要有一种要做到最后的心态。Now, this next point could be seen as a negative, but I see it as a positive. So maybe not everyone noticed, but there was a point where we were not quite playing together, but we recovered fairly fast. And the seal of recovery is also something that is noted. So we didn't stay apart. We eventually got back together again, and we finished strong. Very good. 评审提到有一点值得称赞的，就是
也许是缺点，但是他认为是优点。有一段就是有1点半分家的时候，很神奇的却又合在了一起。批准认为呢，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值得称赞的地方，这种很快的 recovery 恢复，再整合在一起的这个技巧也是很重要的。Make sure we're always aware of where the tempo source is coming from. When we shift the tempo from the timpani in the front, and then you have to come in again, and then it comes back, and it goes back and forth like this. Make sure we know exactly what we're listening, who we're listening to, we're watching, we know exactly where the source is. 因为这需要很多不同方面的同时的整合，在那个桥段上，一开始的前拍进来，节奏是由前拍掌控，但是传递到了后面的 battery， 再由后面的节奏再传递到前面，这个很多的整合的过程都是很重要的。And also the golden rule: don't listen to the bit per time. Sorry. The golden rule: don't listen to the front ensemble for your time. 那最重要的呢，就是不要提前拍。那再请大家谢谢。那最后呢，到了节目的最后，非常感谢来现场参加观摩表演的各位师长、学长、学妹、学弟、学妹。亲朋好友，所有来支持我们北一女中乐器队、中山女中乐器队以及建筑乐器队的各位观众，有你们的支持，才是我们继续成长和进步的最大动力。谢谢。Maybe one more round of applause for our translator going from English to Nihongo. 谢谢大家，希望今天的解说还有让我们对评审要讲什么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谢谢。大家再给三校中山女高乐器队被